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兜兜。萧炎在逃离天北城之前，让地妖魁将风雷阁长老沈云的纳戒抢了过来。不过，萧炎虽然暂时离开了天北城，体内却有沈云留下的血雷印记。萧炎在发现沈云他们并没有立刻来追他之后，便在前方的山脉开了个山洞，准备将风雷阁的血雷印记去掉。萧炎拿出从沈云那抢来的纳戒，强行抹掉了他留下的灵魂印记。此时，在天石台上疗伤的沈云感受到自己纳戒的灵魂印记被破，怒吼着说：“不杀萧炎，誓不为人。”沈云已经传了消息去风雷北阁，不久后就会有强者赶来，而等他疗完伤，就会和洪天啸一起动身前去追杀萧炎。萧炎从沈云的纳戒中找到了一卷风雷阁的镇阁之宝，地阶高级的3000雷幻身。3000雷幻身修炼到极致，堪比天阶。而想要修炼3000雷幻身，首先要将3000雷动修炼到最高境界，这也是为什么沈云会紧追身怀3000雷动的萧炎不放的原因。不过沈云手中的这一卷3000雷幻身却只是整体的一部分。萧炎将3000雷幻身收好之后，便开始寻找自己体内的血雷印记。血雷印记在萧炎的体内隐藏得非常深，好在萧炎体内有着琉璃莲心火，没多久他就成功的找到了血雷印记，并将之炼化。萧炎炼化完印记，准备离开时，追随着印记来到山脉外的沈云和洪天啸就到了，但因为血雷印记的消失，沈云也不确定萧炎的具体位置。不过这并不妨碍他和洪天啸让手下的人进入山脉搜寻萧炎。山洞中的萧炎知道自己面对2位斗宗强者逃不到好，就在萧炎打算拼命的时候，沉睡已久的天火尊者苏醒了过来。有天火尊者的帮助，萧炎也不再躲避，而是直接现身对上沈云和洪天啸。萧炎将地妖魁放出来，指向洪天啸，让地妖魁杀了他，而他自己则正面对上沈云。此时的沈云因为萧炎断了他一指，恨不得将萧炎大卸8块。他望着萧炎狠狠地说，自己会将他的10根手指全部废掉。在沈云看来，现在的萧炎就是一只垂死挣扎的老鼠，自己则是戏耍老鼠的猫。不过显然这是他一厢情愿的想法。萧炎闭上眼睛，让天火尊者将自己的力量暂时借给他。随着天火尊者磅礴的灵魂力量涌入萧炎的体内，整个山脉似乎都在这股恐怖的气势下微微的颤抖了起来。感受到萧炎的实力一下子飙升到恐怖的7星甚至8星斗宗，沈云的脸色变得十分难看。他怀疑萧炎使用了某种不能持续太久的秘法提升实力。在发现自己根本打不赢现在的萧炎后，沈云就想赶紧先逃，苟住自己的性命，之后再来。不过沈云想跑，萧炎却不会将对自己恨之入骨的斗宗强者放虎归山。很快沈云就被萧炎一拳打得口吐鲜血。感受到萧炎的杀意，沈云用风雷阁威胁萧炎，但萧炎清楚自己与风雷阁之间已经不可能化解，所以下手丝毫不留情，杀招频出。一旁和地妖魁纠缠的洪天啸见其势不对，毫不犹豫地带着洪家的人撤退，让沈云一人面对实力飙升的萧炎。沈云知道萧炎不会放过自己，但又打不过他，便决定自爆。斗宗强者的自爆产生的能量风暴，就算萧炎及时进行了空间封锁，也只能暂时避开。正在逃命中的洪天啸感受到这股可怕的能量，心中隐隐后悔与萧炎为敌。山脉的另一处，韩雪连忙问被他拉来的韩家大长老韩非萧炎的情况。韩非告诉韩雪，萧炎自然没事，但以洪天啸的为人，回到天北城之后，一定会大肆宣扬萧炎击杀沈云的事。到时候风雷北阁必定会派强者前来追杀萧炎。能量风暴消散之后，萧炎来到沈云自爆的巨坑附近，萧炎的手抚摸上一棵摇摇欲坠的枯树，随后一拳狠狠地将枯树打爆。枯树中一道虚幻的灵魂仓皇地朝着天空飞去，这丝灵魂就是自爆的沈云。原本他想要躲起来等萧炎离开再跑，但他的踪迹根本就逃不开萧炎的灵魂探查。看着萧炎面无表情地将沈云的灵魂捏爆，山峰上的韩非不由得称赞萧炎对敌人不留丝毫退路，非常人也。萧炎出现在山峰上，说自己只是不想麻烦再度跟来罢了。看到萧炎，韩雪十分开心，韩非则让萧炎小心风雷阁，最好是早点离开中州北域。在与韩雪两人分别之后，萧炎朝着山脉的另一侧飞去，找了个人迹罕至的山峰，准备服用黄芪丹。天火尊者告诉萧炎，自己已经恢复到了8星斗宗的实力，想要重回斗尊级别，就需要一具与灵魂高度契合的躯体。天火尊者的实力越高，萧炎的安全感越足，所以对于他躯体的炼制，萧炎是十分上心的。天火尊者
也保证，在将他躯体炼制好之前，会保萧炎无性命之忧。服用黄芪丹可以让斗皇强者提升1到2星的实力，而萧炎在服用后，经过将近8天的修炼，成功晋升为9星斗皇。突破之后，萧炎便打算找个有空间虫洞的城市离开，暂时避避风头。萧炎飞到最近的一座城市后，便乔装打扮了一下，前往城门口处。此时的城门口聚集了不少人，在听到通缉之类的声音后，萧炎不着痕迹地走上前，想要一探究竟。城墙上贴着一张绘有萧炎头像的通缉令，下方是风雷北阁的徽章。身边的群众议论纷纷，说风雷北阁不仅发了通缉令，还将韩家的人软禁了起来，想要逼萧炎出面。萧炎没有想到风雷北阁会做出这般卑鄙的事，还大肆散播消息，生怕他不知道，现在的天北城肯定早已被风雷北阁的强者占据，就等着萧炎现身将他一举抓获。萧炎并不是冷血无情的人，虽然知道现在的天北城就是个龙潭虎穴，但大丈夫有所为有所不为，更何况萧炎认为这件事是因他而起，他无法袖手旁观。也是因为萧炎的这种人格魅力，身边才会汇聚那么多的伙伴和强者。天火尊者更是觉得萧炎非常对他的胃口，向萧炎保证，只要不是遇到斗宗巅峰的强者，一定保他无事。此时的天北城中，因为风雷北阁强者的到来，气氛变得十分紧张。风雷北阁将整个韩家囚禁在庄园之中。对于风雷北阁的行为，韩家唯一的斗宗强者韩非也站出来抵抗了，但他的实力只能与风雷北阁的1名长老抗衡。而这次风雷北阁来的是3位长老，不过虽然韩非没打赢，却也让风雷北阁只封锁了庄园，并未闯进去。被囚禁的韩家人也很清楚，风雷北阁是想要将萧炎逼出来，而韩家除了极少数的几个人，大多都不认为萧炎会因此现身。不仅韩家在猜测萧炎是否会出现，整个天北城甚至附近听到风声的城市也都在猜测。7天转瞬即逝，萧炎还未出现，这让许多人都对萧炎大失所望。而萧炎会如风雷北阁所愿出现吗？好啦，今天的视频豆豆就讲到这里啦。如果喜欢豆豆的视频，欢迎点击订阅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